末世降，全球高温，我重生回到末世前1个月，并意外带回了储存异能空间。上一世我做舔狗，给了女朋友方倩3年的物资，这一世在做舔狗。现在已经是晚上12点，现在最主要的是准备好足以在末世生活的一切物资。打开手机查看，父母留给我1000多万的遗产，就剩下314万，一辆跑车和这栋别墅了。今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尽可能多的买小吃，不管好吃难吃，全买。于是我开着兰博基尼来到了夜市，老板给我烤100个大腰子，1万个生蚝，1万捆韭菜，只要你有的，全部给我烤上。接下来我把夜市全部清空了，第一波物资囤积完毕，各种快餐已经够自己吃了10几年的了。接下来就是股票套现。大伯，我是凌云，最近手头有点紧，我想把我那30%的股份套现了，你看着给个价。毕竟还没到末世林豪手里的现金，估摸着也有20多亿，必须给他套干净。云儿，这么着急套现吗？你缺钱跟大伯说呀，大伯给你几百万，先应急。我轻轻的笑了一下，要不是我亲耳听到你是怎么暗算我父母的，我还真 TM 信了你的鬼话。云儿，8个亿吧，17亿不能再少了，要不然我明天就开个拍卖会，怎么也能拍个15亿吧。毕竟林氏集团30%的股份，应该有不少人心动吧。好吧，大伯出15亿，真的不能再多了。大伯手里现在也没那么多闲钱，这几年房地产生意不好做的，你应该理解。大伯，我现在写合同，明天早上8点，你带钱过来签字就行了。挂断电话后，大伯在这边大笑。凌云就是个傻叉，我说什么他信什么。那30%的股份市值最少22亿。他马上打电话开始投钱，等这一天等了30多年了，怎么可能不答应？第二天，我和大伯签完合同，我就发现我重生后觉醒了空间感知的第2个技能，从几平米的空间增速到半径1000千米。这特么是什么概念？雷达也不过如此啊！我是时候该去俄国把贝加尔湖装进空间了，准备好签证，还有3天出发。这3天我还要做第3件大事，搞死林氏地产，顺便骗点物资钱。开着3000万的限量款兰基伯尼，顺着记忆来到了一家不大快破产的房地产中介公司，直接找到老板吴用，用打包价格4700万买下了这家公司。吴用心里乐开了花，心里想总算找到接盘侠了。不过为了筹集30亿和搞垮林氏地产，给他们提了3个条件。第一，公司法人改成我，然后我做老板，吴用当总经理，月薪100万，其他销售底薪1万，卖出去还有1%的提成。吴用和员工都感动的哭了。第二，还有以后不卖房了，改成全租房，租客只需要付房价50%的押金，房子免费住，想住多久住多久。第三，不要买林氏地产的任何房子，他们跟我是竞争对手，所有人工资压1个月。老板吴用明白现在房地产局势，不得不答应。1个月后到了末世，工资也不用支付，我花4700万，还能让林氏市值最少暴跌1半。而且从现在开始，一套房都卖不出去，还让他破产之外，我还能收回押金，然后再贷款30亿。至于贷款，1个月后就是末日了，正经人谁还贷款啊？30亿足够下一个计划了，给自己打造一个安全屋。于是我找到华夏最大的专门负责给富人修建最安全别墅的公司老板王龙，1个月内为我建造1万平的别墅，地上3层，地下2层，全屋全钢结构，墙体用1米厚的钢板，隔冷隔热防辐射玻璃用10公分厚的防弹玻璃和1厘米防爆夹层，一共13层，1米半厚内置防辐射窗帘，大门合金1米5厚，楼顶铺满太阳能电池板，别墅4周通高压电网，全别墅独立局域网，制冷制热发电，喷喷空空气净化系统应有尽有。我的效果是核弹把我的别墅炸飞了，也不能炸碎了。首付3乘9亿，剩下1个月验收合格后再支付。接下来我又准备了2辆车和囤积了有莱欧器械和医药物质。次日凌晨12点，我人已经站在了硕大的贝加尔湖中央，直接打开空间，5米厚的冰瞬间被收到贝加尔湖的水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下降，被卷入巨大漩涡的各种水生生物进入空间，直接死亡。到了凌晨4点，我来到了俄国的导弹发射基地，搞定守卫后，将我看到的所有武器、手枪、冲锋枪、火箭全都收进空间。食品这东西不着急，大不了末世到来，开车拿枪去抢邻居的就行了。邻居囤粮，我囤枪，邻居就是我粮仓。搞完物资之后，我迅速坐上飞机，经过14个小时，到了我梦寐以求的安全屋。此时所有工程已竣工，静静地等待着末日那一时刻的到来。在我马不停蹄地囤了1个月物资之后，时间很快来到了2050年1月1日的凌晨2点半。此时我坐在窗口一边喝红酒，心中忐忑地紧盯着窗外。忽然一道剧烈的白光照亮了整个夜空，把整个太阳系照射得如同白昼。太阳黑子终于爆发了，仅仅只是一瞬间，所有手机和电脑屏幕开始冒出雪花，电子设备全部失灵。从这一刻开始，人类科技将会倒退100年。大概1分钟后，天空那道白光才渐渐消失了，而不少人在睡梦中压根都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凌晨2点半发生了什么？那一瞬间仿佛看到了我太奶奶在向我招手。是不是太阳爆炸了？要不然怎么停电停网了呢？那股强光，我看到了世界末日了。
太阳爆没爆炸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我家小区外的加油站爆炸了，把我家玻璃都给震碎了，119也打不通，大火烧了一宿才停，还好是晚上，要不然得炸死多少人啊！谁能救救我？我在黄海市高速公路35公里的桥下，我掉下来好几个小时了，求救电话根本打不通，我现在腿断了，卡在车里出不来，谁来救我出去？我给他100万。此时运气不好的眼银币一睁，一晚上就过去了；运气好的眼银币不睁，一辈子就过去了。华夏国官方永远都是那么迅速，早晨网络就恢复到3G， 看直播、打视频电话够用了，水电也在加紧抢救中。同时，官方发布放假3天，非必要不外出。然而谁也不知道，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直到第2天，后知后觉的人们才发现，不少人脸上、脖子上、手上布满了红色的斑点，经过鉴定，均属于紫外线灼伤。而这种晒伤在以后的高温天气里绝对是致命的，治疗不及时，轻则毁容、剥层皮，重则俩腿一蹬，与世长辞。谁能想到30度的天气，太阳能把你晒成这样？况且此时还是冬天，一时间防晒药膏的价格水涨船高，成了稀缺物品。末世论在这时迅速盛行了起来，到处人心惶惶。业主群里也开始有人求救了。谁家有晒伤膏啊？我家人昨天去楼下玩，今天整张脸都晒烂了。医院里全还是警察、战士和消防员，根本没有药。你们谁给我一支晒伤膏啊？我出1万元购买。慌什么？晒伤嘛，又不是什么大事，过几天就长好了。放你的狗屁！你特么的！现在出去晒2小时再回来。我妈昨天下楼跳广场舞，现在已经不行了。谁有晒伤膏？我出2万买一支。跳广场舞是真活该啊！天天白天跳，半夜也跳，还有暴走团，怎么不去走了呢？晒死你们这群老王八蛋！我看谁还敢吵我睡觉！你特么住哪栋哪单元？你敢不敢报地址？我妈要是出事了，你也别想好过。意料之中的是，10家有9家都没有晒伤膏，就算有，也就1支半支的。而我在我的末日堡垒里喝冰镇啤酒，惬意非常。外面现在40度，可是我屋里只有23度，十分的凉爽。空间里还有3万平方公里5米厚的冰呢，随便拿出来一块放屋子里就可以降温。这安全屋隔冷隔热，跟保温箱一样，几辈子都用不完这么多冰啊！而群里的业主依旧在吵吵嚷嚷个不停，热闹非凡。大家不要急，专家说了，这次天灾要不了几天就会降温过去的。我发现有些不自觉的老年人正在抢物资，没有必要的。2050年了，请大家相信官方，相信居委会。原来是王贵芬这个蠢婆娘，这娘们上辈子官方拨下来的救援物资被她藏了不少，直接害死了很多人。热射病会死多少人，你知道吗？我没说话，就静静的看着。要不了多久，这个王贵芬就会成为整个小区的众矢之的。王姐，咱们都是90后，疫情那些年你不也经历过吗？不囤点物资，万一家里断粮了怎么办？就是这么热的天，还有紫外线辐射，出个门都费劲。我家都断粮了，不囤点我喝西北风啊！就算西北风能喝饱，我出去买几桶水不过分吧？这鬼天气都特么40度了，我不用喝水的吗？专家说的话全是放屁，专家的话要是能信，都不如信猪会爬树。超强的紫外线不光会杀死动物，对植物也是致命的。所以从现在开始，这个地球将会无法产粮。所以你们感受绝望吗？你们这是要造反吗？这不是给官方和居委会添乱吗？就你们这种想法，不出3天，物价肯定控制不住，到时候大家谁都没得吃。我王贵芬今天代表居委会把话放在这里，现在我就去大门口记名谁哄抢物资，我直接记录。到时候天灾过去了，我一定报警，告你们扰乱公共秩序罪。就在这时，一个业主发来一段视频，一个老头正在超市的阴影处，汗流浃背的往3轮车上搬东西，而且搬了满满1-3轮。一瞬间，群里又炸锅了。王贵芬，这他妈是你家老头李大国吧？你自己家老头都管不了，你在这逼逼赖赖的管我们？好家伙，我用手拎回来，你说我哄抢物资，你特么直接用车装，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大家静一静，我家老头买物资是为了防止哪家邻居有困难，以备不时之需。咱们小区别墅区的林云才是哄抢物资，我看见前几天他家仓库一卡车一卡车的卸货。林云，远亲不如近邻，如今天灾到来，你是不是也得帮邻居们渡过难关呢？我一听就笑了，好家伙，玩的真埋汰啊！自己屁股没擦干净，还往我身上扔屎。趁现在闲得无聊，我决定逗逗王贵芬。王大妈，我之前是买了许多物资，但是后来有一天被偷光了，现在我都饿的都揭不开锅了。你老爸买了那么多物资，能不能支援我点？天灾结束，我10倍奉还。我现在就困难家庭，请求居委会支援。然后我上传了仓库空空如也的视频，还有一张报警立案证明表。图片上面写着林云丢失物资价值100亿，已立案调查。这其实是我为了掩人耳目，偷了自己的物资放进了空间内，这样就不怕有心人打我物资的主意了。群里又是一阵议论，不过这回多半是幸灾乐祸。他们知道我有钱，听说我丢了这么多东西，心里就是个爽啊，比自己捡了100亿还高兴。苍天啊，
大帝呀，是哪位天使大姐替我出的这口气呀？林云，你为富不仁，你活该！哈哈哈，丢了100亿物资，真是笑死我了，太爽了！我低神了，100亿物资，这特么够全小区人吃多久的呀？你们有没有脑子啊？林云要是没丢，还可以救救我们，或者骂我们，他破产，咱们不也一样没得吃吗？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马上就笑不出来了。于是我一不做二不休，往群里发了一张270万的银行卡余额。王大妈，你让你老头给我送点吃的呗，我愿意给你们跑腿费，一包方便面5块，一瓶水5块，都5块。林云，你有钱，你不算困难家庭，我们居委会只会为困难家庭提供帮助，你想吃自己晚上买去。大家一看王贵芬说要帮助困难家庭，顿时换了妇人都开始哭穷了起来。王大妈，我贷款买的房和车，家里条件一直不好，你给我送点呗，等我发工资肯定还你。王老妹，我儿子不在身边，这么热的天没办法下楼买东西，你帮我送点呗。王姨，我没有自己做饭的习惯，外卖也没人送了，你给我送点吃的呗，给你跑腿费。这下吓得王贵芬半天没敢说话，群里瞬间骂一片。王贵芬气得直接关了手机。这个林云真是会给我添麻烦，等灾情结束后，我高低的找块黑地拘留他半年。这件小事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只是愈发百无聊赖。于是我打开3D 投影仪，开始欣赏一些水痘的培育、母猪的产后护理等经典场面。不得说这观影感觉真是身临其境啊！晚上气温逐渐降到了30度，虽然闷热，好歹也比白天好一点。而物价已经暴涨，于是人们趁机在各大超市里疯狂抢购，甚至还发生了不少趁乱抢劫事件。哼，不就是添热点吗？至于这么大包小包的囤吗？我看都是有病啊！抢劫啊！他抢我刚买的包包，你怎么不管？管什么管？你是西山别院的李玲吧？我看你穿的这样是假体被抢爆了吧？平时你不都是喊我臭看大门的吗？你特么的等到大门丢了再找我吧。你给我回来，把包还我！特么的，这傻妞啥也没买，藏这么严实干什么？这他妈不是耽误老子时间吗？我呸！你抢我包也就算了，你怎么还把我包扔垃圾桶了？那可是我的驴牌包包啊！一个底层混混哪里认识什么驴牌包包？宋超只见没抢到值钱的东西，就对女子开始拳打脚踢。让你浪费老子时间，连吃的都没有，老子现在嘎大熊猫都不犯法，老子这叫紧急避险。你要吃的是吗？我家里有很多吃的，别打我了，我给你还不行吗？你家在哪儿？带我去，没吃的老子宰了你！带路。你说你是我朋友，我是在朋友里借宿呢，要不然我不好意思让你拿走。行，别磨叽，你说我是你爹都行，快点给我拿东西，我只要吃的不杀人，我这是在紧急避险。不久，宋超搬了的一箱火腿肠和泡面扬长而去，嚣张至极。这是发生在我所在小区的超市门前，而抢劫事件显然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不远处甚至还有人倒在血泊，生死不知。这时群里又有人说话：西山别院的家人们，我父亲昨晚去世了，现在火葬场联系不到医院，电话也打不通，我该怎么办？等凉透了以后切片凉拌。你以为我特么的在跟你开玩笑呢？你住哪栋哪单元几零几？我现在就去给你切片凉拌。我没跟你开玩笑，我妈前天晚上也去世了。这个天气这么热，你说我怎么办？天灾到来，谁都没办法。每个楼层的顶楼都是空置的，家属把去世的人放置在顶楼吧。超强的紫外线可以杀死一切病菌，不然很容易发生新的疫病。说话的是3栋3单元，一个叫梁秋雨的人。我点开资料看了一眼，原来是个医生，怪不得给的建议这么专业。我微微一笑，给那2个业主分别发了2个1万元的专属红包，你们节哀顺变啊，死者为大，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们收下吧。谢谢关心，林总这份心意，我父亲在天有灵也会知道的。林少他们都说你为富不仁，但是从你这个举动我看出来了，你绝对是个有良心的奸商，不商人。你的好意我感觉到了。就居委会的王贵芬人模狗样，有事的时候装死，没事的时候蹦出来，老天爷怎么就这么不开眼，没让这老不死的一家先嘎了呢？你不是代表官方吗？出来放个屁啊！王贵芬气得又关了手机，不想再看别人骂他。这个林云，你和我找不自在是不是？有钱你就了不起呀？你以为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呀？妈，你气什么？咱家囤了几3轮车物资，一家4口人，2个月都吃不完。林云是有钱，可是家里泡面都没有了，要不了几天他就得饿死。等他在群里求助的时候，咱们再好好教训他不就完了？听到儿媳妇的话，王贵芬点点头，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小不忍则乱大谋，我看林云你还能嚣张几天？这有钱人就喜欢在这种时候彰显自己的能力，可是没人会记得你的好。等你快饿死的时候，你看收了红包的人，谁能帮你？这时群里又出现了求购晒伤膏的信息，恰好之前被抢劫的林说自己有1连10支防晒膏，而1支防晒膏的价格已经涨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不等。西山别院别墅区有钱人不少，一看有人卖物资，一些人赶紧抹防晒霜，出门很快就来到了林的楼下，一个一个排队来，不许吵，你们谁要是大声，我可就不卖了。好，我直接给你转账，绝对不出声。
只要你卖，我就是跪下，叫你奶奶都行，我肯定不出声。女菩萨，你就是来拯救我们的女菩萨。乐死我了，这娘们是个狠人，还真卖啊！就在这时，之前的劫匪宋超忽然气势汹汹的再次降临在他身后，还跟着10几个大汉，手里都拿着西瓜刀。原来他们是西山区13太保，可不是浪得虚名的。现场原本就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冷到了极点。不想死的都给我滚开！我们只要食物不伤人，老子都快饿死了。老子这是在紧急避险。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给你火腿肠和方便面了吗？你他妈家里这么多吃的，就给老子这么点，你打发叫花子呢？真他妈欠抽！大哥，我们啥都没有，你别闹出人命，我们走行不行？都给我滚！老子不杀人，老子现在就是杀东北虎吃都不犯法。兄弟们给我去他家搬，冰柜也给我搬走，只要吃的不伤人。13太保速度很快，可是拉冰箱的声音很大，还是吵醒了李莹的朋友乔乔。你们怎么进来的？这是我家，请你们马上出去。小美女，我劝你老实点，马上回自己屋里去，我们这是在进行紧急避险。乔乔吓得赶紧躲回了卧室，连忙查看一天群里都没有看过的聊天记录。李莹啊李莹，我把你当闺蜜，你竟然想要我的命！乔乔，对不起，我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我就是看现在物价高，卖点东西赚钱。你这些东西不是30万买的吗？我赔你100万。哼，一支晒伤膏你就卖了300万，9支2700万，你现在给我100万，你打发叫花子呢？李莹，从现在起，请你离开我的房子，咱俩以后恩断义绝，你离我远点。下次见面，我怕我忍不住宰了你。乔乔，你囤物资不就是为了赚钱吗？现在你也赚到钱了，咱俩这么多年的感情，难道还比不上这点东西吗？再说是他们抢的，不关我的事啊！滚，别逼我砍了你，我现在还不想赶人。这件事处理的，我只能给你打3星。那个李莹很明显就是个要钱不要命的白莲花，现在赶人都没人管，你留着她过年啊！这时我从空间里拿出2台无人机，从窗户放出去，就让他们在小区附近巡查，以便随时了解外界状况。很快就到了晚上，乱世之下，竟然有不少人开始了惊险直播，画面相当刺激。咦，这女的不就是李莹吗？原来李莹被赶走后，在商场展示柜里零元购了超多包包和鞋子，没想到出门就遇见了一个惊险主播。大哥，我没惹你啊，你要是想要高跟鞋里面还很多啊，你这是要干嘛啊？别紧张老妹，直播间千万老铁都看着呢，你要是主动点呢，那我也没必要那么残忍。别说话间，这名主播已经拿着西瓜刀逼近了李莹，李莹吓得腿肚子都软了，直接就跪了下来。菊花残，满地伤，你月笑容已泛黄。正当主播势如破竹，无人能挡之际，一把西瓜刀直接自上而下劈了下来，瞬间斩断了他的手臂，鲜血飞溅了李莹满身，而直播间里也瞬间炸锅了。我操，你干什么？老子没惹你吧？我不认识你呀！你特么就是我在西山嫖断掉，是吧？昨天直播间你不是让老子这个刷不起礼物的臭屌丝顺着网线来砍你吗？老子现在来砍你了，老子满足你的要求。我看到这一幕，这个气啊！本想再刷点火箭给李莹这个白莲花玩玩呢，谁他妈知道半路杀出了暴怒网友啊！不过我卡里就只剩2万块钱了，也不够花啊！以后看直播打赏这2万块哪够？这时想起我在末世前买过一个房地产公司，我就给我的下属经理吴勇打了个电话。老板，您绝对是我见过本世纪最伟大的操盘家，现在物价翻了100倍都不止，你现在应该是全国首富了。我看你囤物资，我也跟着囤，我把自己的5000万和公司账上的8000万梭哈了。您啥时候卖物资，告诉我一声，我可不想错过最高价。行，多存点水，最好在别墅里挖个井，顺便把公司账上所有的钱现在都转给我，我有用。吴用果然很有用，很快往我卡里转进了96万。而我从空间里拿出一把手枪、100发子弹、一副麻将、一副象棋、一箱扑克牌、几本医书、几本武术书、几把开刃唐刀，送到了吴用的别墅门前。这里毕竟是我以后的团队，这次就当是考察了。老板好，我擦了，美女，你叫什么名字？你多高啊？我叫江清雪，大学毕业，今年22岁，身高182，穿了高跟鞋才195的。从今以后不许穿高跟鞋，我不喜欢抬头看人。知道了，老板。好了，给你们发点福利，有吃有喝，劳逸结合，工资1个月1万，带薪休假。从今以后，每天上午女生看医书，男生上午练拳击、散打，下午时间自由支配，互相监督，举报有奖。而这天李莹在群里知道我有钱有物资，给我发来的信息：林云，你睡了吗？你给我1箱火腿肠可以吗？我现在可以过去陪你聊天，打牌。林云看了一眼李莹的信息，恶心的直皱眉。李莹被伤害的直播，他从头看到尾。算了吧，我没兴趣。火腿肠我喂狗都不给你。难道我就要这样被活活饿死吗？就没有人能帮帮我？谁能帮帮我？要我做什么都行。现在李莹则是浑身疼痛，饥渴难耐，
今晚这一切对他来说已经刷新了3观。该死的凌云，该死的乔乔！如果乔乔你不把我赶出来，我会受到这么大侮辱吗？很明显，李莹本就不好使的脑子 CPU 彻底烧坏了。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李莹看了一眼手机屏幕，瞬间看到了生的希望，信息是梁秋雨发来的。感谢你的晒伤膏，我男朋友现在情况好多了，我家里有很多吃的，而且官方救援物资已经到了。如果你不嫌弃压缩饼干不好吃，你可以来我家3栋3单元303。乔乔、凌云，你们这么对我，你们给我等着！几天后，黄海市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60度，夜间气温也有40、50度。而我在安全屋里待了几天，倍感无聊，就拿着望远镜四处观望，结果发现乔乔又在偷窥我。你又在偷看我，你要不要这么闲？我知道风流倜傥、英俊潇洒、气宇轩昂，迷倒亿万少女。你每天都在偷看我，你不怕长针眼？那你今晚来我家玩呐？我看你也挺无聊的。我一个娇滴滴的女生不敢出门，现在世界太疯狂，我害怕。这娘们不像好人啊！凌云，现在真的已经世界末日了吗？这天灾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最多3天，天灾就会结束。你得相信官方，这才几天你就挺不住了，你得坚持下去。你说话就跟放屁一样，傻子才会信你。我肤白貌美，披肩长发，身轻体柔，熊大无脑，不想把我接进你的安全屋里吗？2个人总比1个人好活吧？你想过来也行，交个定金表示一下诚意，让我看看你家的粮仓和你的海鲜。等我确定了，你直接过来就行了。只要你想要的，我这啥都有。你就吹牛吧，你这么牛逼，你有航空母舰吗？有啊，不过你不值那个价，要不你换点好点的东西再来。你懂得，我凌云从不违背妇女意志。太他妈嚣张了，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能吹牛的呢。群里异常的安静，这几天大家都不好过，买东西还买不到，慢慢的也就懒得问了。午夜12点来水来电，大家都习惯了，赶紧拿所有的锅碗瓢盆装水。为什么今天水压这么小啊？我家住19楼，基本上不流水啊。我家住顶楼，一滴水都没有。楼层低的住户，考虑考虑我们可以吗？别洗澡了，给我们留条活路吧。你们有没有水关我们什么事？买房的时候，你们就应该考虑到高层断电、停水、失火要怎么办。就是这么热的天，我洗个澡怎么了？水费我又没用你交，你家住海边了，你管得够宽的了。行，你们不给我们水是不是？那你别逼我们动手。就是高层的住户团结起来，明天白天是60度，没有水，咱们早晚都得死。与其活活热死渴死，还不如给这群狗娘养的拼了呢。我吃着火锅看这群，我知道第一场冲突马上就要爆发了，不是彻底断粮，而是高层住户与低层住户因为水的冲突，恒河圣水都蒸干了，开了挂喝牛尿都没有。华夏国官方已经很给力了，你们还想怎么样？而此时，正当乔乔去洗个澡的时候，门却被敲响了。只见门外有足足10几个人，分别敲打2楼的房门，让他们开门。谁呀？什么事？我们是你楼上住户，我们停水了，能让我们接点水吗？要是没有水，我们明天就得渴死。我家水管坏了，而且我家已经被你们抢空了，要接水，你们去别的住户家吧。水管坏了让我进去，我会修。我就说了，直接撬门，老子都快渴死了。就是跟他们废什么话？现在都死多少人了，咱们进屋也不杀人就接水。里面的人听着，你要是开门，大家都是邻居，日后好相见。我们接完水就走，你要是不开门，我们可就不保证你的安全了。忽然门上传来一声巨响，外面的人已经开始用大锤砸门了。这种事不光发生在乔乔栋楼，所有高层都发生了这种事，混乱已经开始。为了活命，整个西山别院全乱套了。你们别逼我，快点离开我家，要不然我可砍你们了。一个破栅栏，我2锤就砸开。这时，一个中年男子抡起大锤就要打，而乔乔已经吓哭了，闭着眼睛拿着刀就全力刺了上去。你这个杀人犯，你把我爸杀了，我跟你拼命！快点离开我家，你们这是抢劫，我这是正当防卫。201，你杀了我爸，这是我唐川给你没完，明天我就做了更长的大锤，你等我进去了，我一定要把你砸了。说完，唐川拿起地上的大锤与水进了邻居家。不要，你们给我留点水啊，那是我家最后一袋米了，你们拿走了，我们吃什么？你们这不是接水，是抢劫啊！我跟你们拼了！而这家人却没想到，唐川本就不是好人，那男子直接被一锤爆头，血流满地。我接完了，你们派出几个人把我父亲抬楼顶去，谁抬谁就接下来往下接水。你们要是不听话，我的大锤可不长眼。我抬，我也抬，算我一个。还有我，从今以后你们4个就是我唐川的左膀右臂。唐蒙4大天王想活下去，你们就得听我的。你们几个去砍树，明天来水之前给我砍一棵树回来，我要撞开乔乔的门，把他凌迟祭天。接下来在唐川的威胁下，203的住户也被迫加入了唐盟，把203的东西给人家放下。我唐盟的人没人敢抢，不就是没吃的吗？明天收拾完乔乔，我再带你们去抢别人的，跟我唐川混亏不了你们。就此，末世后我附近的第一次重突升级，造成了一个黑团伙唐盟的建立。直到清晨，所有人才开始拎着水桶工具回家，
此时别墅区沦陷了6成，各个单元1楼、2楼几乎全军覆没，而只有我在家呼呼大睡，墙上门上全是高压电，电死了几个倒霉蛋，也就没有再打我的主意了。林云，昨天小区里发生的事你知道吧？我知道1笔2000万的物资在哪里，如果你让我住进去安全屋，我就把那批物资在哪告诉你，那批物资咱俩几辈子都吃不完。2000万的物资你自己留着慢慢吃吧，进我安全屋想都不要想，这个条件没可能，你就是给我2艘航母我都不干。哥，乔乔走了，你一个人好好活下去吧。惹多大的事啊？跟我说说。安全屋你肯定进不来，不过我对人体软件硬化工程学倒是颇有研究，有问题跟我讲，咱们可以交易啊。这个王八蛋还是这么贱呐！反正我都要死了，我死也得先弄死你。反正我杀1个人也是杀，2个人也是杀，先宰了凌云，嘎了你这个王八蛋，然后再死。我昨天晚上把楼上抢水的人杀了，他们要报复我杀我，我一个人挡不住那么多人，今天晚上我死定了。那都是小事，你过来陪我玩果冻跳跳糖，我给你拿一把手枪，200发子弹守住你家，简简单单，你把你们这个楼的人全毙了都行。没想到凌云这个王八蛋竟然有枪，如果能进安全屋，如果能把凌云宰了，我不光能抢一个安全屋，还能抢到热武器，这必须放手一搏呀！好，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过去。乔乔立马涂好防晒霜，带着遮阳伞，沿着将近60度的高温来到了我家门口。这天太热了，呼吸都感觉肺部在灼烧。别动，双手举起来，慢慢走进来。好了，把这个糖吃了，然后去洗个澡。乔乔仔细打量着我的安全屋，彻底震惊了。只见屋里就是一块5米见方的冰块，正在给安全屋降温。外面60度，屋里也就20度左右。果然，有钱人的世界就是不一样。乔乔洗完澡后，我们便在房间里血战1小时之后，乔乔沉沉睡去。而我考虑了很久，虽然乔乔是我第一个女朋友，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再加上之前我们的交易是替她解决楼上的麻烦，于是我决定先把她送回家。在乔乔家，我发现了3个月的小藏獒狗方子，正考虑要不要抱回去给我的狗狗安倍当个玩伴。谁知这时门外却传来了不小的动静，我听到车的声音了，门果然开了。今天这娘们死定了，还有你小子，外面的车要是给我交出来，然后滚蛋，我唐川饶你不死。此刻唐川拿着他的锤子堵在门口，准备给我来一套乱披风锤法，而我却拿出一把手枪，然后对着他的脑袋上去就是一枪。就在唐川被击毙的瞬间，4大天王慌了，竟然用热武器，不带这么玩的呀！本来他们加入唐盟就心不甘情不愿，这回直接四散奔逃，各回个家，各找个妈。而这时下楼看情况的唐川母亲恰好看到儿子被爆头的一幕。你竟然杀了我的儿子，他还是个孩子，他只是想为父报仇，他有什么罪？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然后我很和善的将2楼的人全部赶走，把家具全都堆在3楼楼梯口，浇上汽油，一把火点燃，随后给乔乔留下一把手枪和200发子弹。最后我抱起小藏獒，很快回到了安全屋。果然3楼爆燃的火花开始往楼上窜，顿时一栋楼的业主全慌了。我的天啊，一栋着火了，已经烧到8楼了！救命啊！谁能救救我？我家住13楼，就算跳楼也死定了。这火是凌云放的，他把易燃物塞满了3楼，又点着火，根本就没打算让一栋任何人活着。凌云，你就是个杀人魔，我们一栋招你惹你了。一看我成了全民公敌，王贵芬又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开启无敌模式。凌云，你果然暴露本性，我代表北山别院所有业主谴责你，等秩序恢复，我一定会报警抓你。我微微一笑，依然不惧。王贵芬，你家住哪栋？报个地址，我直接也放把火送你们一程。我做好事从不留名，请叫我正义的使者，正义超人煎饼侠。就在这时，我被踢出群聊了。不过不怕，我还有一堆小号在群里。我是郑大海，我愿意带头惩治凌云。今天晚上有谁愿意跟我一起干的？报个名，太阳落山后来我家集合。大海哥，我家有电锤，来电了我就跟你去，算我一个。昨天我兄弟被凌云墙上的高压电直接电死了，这个仇我必须得报，我也去。凌云这种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人人得而诛之。看着这群心怀鬼胎的邻居，我只是笑了笑。你们扛着正义的大旗讨伐我，是假想霸占我的安全屋才是真的吧？敢放火烧楼，就不怕你们报复？反正你们来敲门是早晚的事。我拿出一根雪糕，用小号默默潜水也不说话，顺便也看看他们的计划是什么。我失望的是，这些人的手段实在不怎么高明，无非就是找锁匠撬锁、砸窗户、用撬棍。群里不断传来新消息，失火的那栋楼不少跳下楼的，摔死10几个，重伤几10个，轻伤6个，一个没事，正在群里疯狂呼救求收留。可是现在家家没余粮，谁都不想接近他们，包括有余粮的居委会王贵芬。而随着楼房内温度越来越高，失去药效的乔乔很快就清醒了过来。这不是我家吗？难道我跟凌云那个只是我做的一场梦？此时乔乔发现了桌子上的手枪以及200发子弹，还有房间被换的重量型钛合金大门，瞬间惊了。完了，我要被留在这里烤死了吗？说一笔交易就一笔交易，你竟然不管我死活，
林云，我果然啊，确实不应该把你留在安全屋，就这脾气我睡着了。你不得把我嘎了呀！你可别想不开自杀啊！我要是知道你死了，就发给你哥哥全网上去。你这身材这么正点，绝对点击极高，到时候我还能赚点外快。你这个王八蛋，我到底怎么招你惹你了？你至于这么欺负我？别哭了，末世已经到来，而且以后只会越来越残酷。既然你是我第一个女朋友，我只能答应你，只要你对我不变心，你永远是我大老婆。给我点时间好吗？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同意这件事，而且我有2000万物资做嫁妆，这批物资保存好，足够咱俩和孩子吃到老了。乔乔还是很聪明的，这让我很满意。很快就到了晚上，以郑大海为首的一行几十人手持各种工具，悄悄来到了安全屋前。这时，土匪头子郑大海打着正义的旗号来抢劫我的安全屋。咱们今晚讨伐凌云，都给我小心点！凌云家墙体布满了高压电，千万别碰到。就这，老大，你是不是太高看凌云了？我几刀就能把他这破门劈开。西瓜刀应声断裂，断裂的刀片直接飞进他的喉咙，而钛合金大门上只是被刮了一道白痕，什么事都没有。老王，你去，你专业开锁，能把他的锁撬开，大家都省事。大海，这不行啊！据我观察，这锁应该是最先进的面部识别锁，外加万字机械锁、密码锁、指纹锁，4锁合一，只要30秒钟内有一个出锁，这门就会彻底锁死。凭我这30年的开锁经验，完全没办法在30秒内解锁成功啊！让你开你就开，磨磨唧唧的，要是好开，我要你做什么？就在老王刚把镊子插进锁瓶里的时候，我就在门后坏坏一笑，合上了电闸。旁边一个年轻小伙赶紧吃拉老王，同样被电出狗叫。干什么吃的？有电竟然还用手碰，都不想活了吗？很明显，他俩虽然不认识，现在却变成熟人了。郑大海见刚开局就失去了仨队友，心中十分恼火。都愣着干什么？给我拿锤子来，顺着窗户往里砸！我就不信他家玻璃上还能通电，扯电线，上电镐给我突突！就在这时，我拿出水管突然出现，开始冲他们几个呲水。瞬间又有几人也从相互不认识变成了熟人。我尼玛凌云，你这屋子里肯定有水有物资，我现在喝水都得省着喝，你竟然放水浇人！我这洗澡水没地方倒，没想到外面还有人，都离我家远点啊！呲你们身上电死你们，我可不负责。凌云，你现在不光放火烧楼，还电死这么多条人命，识相的，你赶紧把门给我开开，接受调查。我现在代表官方逮捕你，如果现在开门，我会视为你有自首情节，最多死缓进去蹲几年也就出来了，你可要考虑清楚不开门的后果。不用给我死缓，你判我死刑就行了。进来打我吧，只要你能进来，你随便打。你觉得我进不来是不是？我一个人进不来，我摇人还不行吗？我就不信1万个人还进不来。说着，郑大海往群里发了一个消息：我是郑大海，我发现一个秘密，林云说他丢了100亿物资，他根本没丢，全都被他藏进安全屋里去了。家里没水没粮的都给我过来，只要进了凌云的安全屋，大家都有吃的喝的了，那可是100亿的物资。卧槽，凌云家里竟然还有冰，而且他还用龙虾涮火锅。不行了，反正早晚也是热死，给我1块冰让我爽爽，我死而无憾。干了，兄弟们！凌云嘎了那么多人，我们这是在执行正义，打倒达人魔，为移动的人报仇。一瞬间，群里炸锅了，那些住高层断水或者断粮的全都来了，这数量足有上千人，黑压压的给我的安全屋围了起来。郑大海看来了这么多人，又得意的挺起了胸膛，他觉得自己又行了。凌云，这回我看你怎么解决。我们这么多人，有本事你把我们都嘎了，给我分组挖坑，从地底下进去。去，我就不信了。凌云，你家地下还特么能是钛合金打的？要不要把他们都嘎了呢？还是算了吧，空间不能收。这要是把他们都嘎了，那么多人不得在自己家门口，到时候不得有瘟疫。大海哥，你让他们别挖了，你过来，咱们有事好商量。现在知道害怕了，你把门给我开开，我进去以后就好好跟你谈。行，有事好商量。你站着别动，我只放你一个人进来。郑大海，你听过狗怎么叫吗？啊！我的脸啊，我的耳朵，凌云，我要嘎了你，我要嘎了你啊！哈哈，原来是这么叫的呀！说着，我又把积攒了几天的狗屎泼下去，刚好浇在郑大海的头上。凌云，你给我等着等着，咱俩没完。郑大海也知道伤口沾上狗屎会怎么样，赶紧捂着脸回家清洗，要不然自己死定了。而我则饶有兴致，对准挖坑的位置，打开射击口，点燃燃烧瓶，直接扔了进去。不一会儿，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躺在自己挖的坑里，都不用麻烦别人帮忙了。剩下人看到这一幕啊，吓得远远的离开安全屋，生怕自己一不小心被飞来的燃烧瓶烧到。大海忍着点，这么热的天可不能出差错。你要是死了，我就带着孩子改嫁。郑大海老婆苏瑞红直接交上碘伏，然后开始穿针引线，就像是缝棉裤一样，给郑大海的大脸给缝上。凌云，你给我等着，抓到你我不把你千刀万剐，我给你一个劲。这把郑大海给疼的俩腿一蹬，直接晕了过去，生死不知。放心吧，大海，你就是死了，我也会给你报仇的。我苏红瑞的男人没有一个会白死的。苏红瑞没开玩笑，他真搭过人。
他每次受伤就会纹上一块纹身遮盖伤疤，而现在他除了脸蛋和脚底板没纹过身，其余都是纹身。这娘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怕死，于是一个阴险的计划在他脑海中逐渐成型。就在黑老大郑大海被我重伤后，大嫂苏红瑞终于坐不住，决定重出江湖了。你们也真是废物啊！一群人一个人都搞不定，还特么的有脸回来吃饭，今天全给我停水停饭，都给我饿着。黄海13妹这个名字早就如雷贯耳，然而这几年她退役了，但是他们丝毫不敢怀疑这个大嫂真的敢把他们砍碎了喂骨。喂，老王吗？我13妹，我老公被人打成重伤，你还有枪和炸药吗？给我弄点。什么？现在枪和炸药都是紧缺货，你要我陪你3天才能给我？行，3天后回来直接炸了凌云那个破房子。老娘18岁时连黄海市银行金库都打开了，要不是我老公被人砍死了，我杀了那么多人打点关系，散尽家财，老娘会嫁给这个废物。一群小弟弱弱的不敢吱声，他们就是干强差的，不是混江湖的，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给你们3天时间，从路上的老房子挖地道，通到他的王八壳子底下，我回来要是没挖完，你们就给我等死吧。好的，大嫂，保证完成任务。而就在苏红瑞这边准备偷袭的同时，大家所期待的官方救援也终于来了。现在所有人把自己家剩余人数、身份证号报告给你们楼长，明早3点，官方的救援物资到了，按人头领取，每人1份。王贵芬一句话，使得整个业主群瞬间暴涨。苍天啊，大地啊，官方终于管我们了，我马上就快断粮了，再不来救济粮，我都要饿死了。感谢官方，感谢居委会主任王贵芬，感谢各位楼长。我就说天灾无情人有情，官方不会不管我们的，官方会下来人吗？赶紧举报凌云纵火烧楼，在家里撒电网电死100多人吧，这种事必须判死刑。就是必须打倒奸商凌云，要不是他黄海市至于这么缺物资吗？我们至于什么都买不到吗？终于到了后半夜，物资才开始发放，小区内人流涌动，我偷偷放出无人机，悄悄观察着周围的动静。每人2斤压缩饼干，1瓶罐头，5袋速溶饮料，5包小咸菜。卧室里人们可以为这些不计打得头破血流，对我来说塞牙缝都不够，所以我也懒得领了。而所有人都非常不满，本以为有鱼有肉有蔬菜，没想到就这么一点点。这时女医生梁秋雨一身酒气，双目无神的走到物资领取点前。群里有人爆料她被渣女李宁抢走了男友，并且偷走了全部物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过得很不好。在轮到梁秋雨来领取物资时，突然一声枪响，打破了原本维持好的秩序。不想死的滚回楼上去，要不然老子一枪崩了你们！一个满脸伤疤的男人拿着手枪指着一群人，瞬间人群乱作一团。唯一特殊的就是梁秋雨，他生无可恋的走到劫匪旁边，开枪打死我！什么？还有这种要求？还真有不怕死的呀！老子现在就毙了你！游戏体验感太差，愿下辈子不要再来。小娘子虽然脏兮兮的，可是长得不赖啊！我回去教你练瑜伽怎么样？干什么？杀了我！杀了我呀！史源，你给我住手！放开那个女孩！海华，你是来救我的吗？此人正是梁秋雨的前男友周凯华，在他身边还有得意洋洋的李云。史源，这是你嫂子，要练瑜伽也是我先来。周凯华，我真是瞎了眼了，我跟了你6年，竟然没看出来你是这种人渣。我卖了房子，用尽全部积蓄，换了一支晒伤膏，才救你一命。你特么就是这么对我的？你说你是卖房才给我换了一支晒伤膏？杨秋雨，你给我滚！你别想破坏我们的感情，我和周哥才是真爱，你算什么东西？行，周凯华、李莹、史源，我记住了。而此时，史源却明目张胆的开始抢物资。你们几个出来往车上搬东西，其他人给我滚蛋！西山别院抢物资的事不光发生在3栋，3栋枪声一响，几乎所有人都开始抢。周凯华等人抢了3栋楼的救援物资，郑大海那群小弟仗着人多也开始抢。西山13太保也不惯着任何人，开始紧急避险。王贵芬更带着儿子，一家人压根就没发救援物资，小区内完全乱套，混乱至极的末日现象终于在这时候爆发开来。时间渐渐到了清晨，突然一则不同寻常的短信打乱了我的头绪。末日里就在外面混乱之际，我突然收到一则不同寻常的消息。凌云先生您好，这里是华夏国黄海市救灾指挥中心，您现在已经得到黄海市官方抗灾庇护所的进入资格，请您3天内来到指定地点，3日后将无法进入，这是您最后的生存机会，请您慎重考虑，不要将此信息公布，转告任何人，此信息是官方机密信息，一旦公布官方会强烈追责。华夏国官方黄海市抗灾指挥中心。这条所谓的官方短信最后还带着位置坐标，我直接点击删除，完全不屑一顾。特么的，就是想看看我有没有那100亿物资，老子有病啊！会上你这个当，我上辈子都没收到信息，这辈子收到了，因为什么我会不知道吗？我说官方怎么会平白无故当圣母发救援物资？这是要稳住普通民众给他们的希望，最近精英撤走前别乱套。而此时我的无人机上突然传来了一个画面，
画面中的梁秋雨神情绝望地喝着酒，阴暗的脸上满是愤恨。这个曾经被伤害和背叛的女人，如今已生不如死。老娘绝对不能死，起码在宰了你们这群畜生之前不能死。随后他在群里发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枪，我要枪，谁给我一把枪？现在要我干什么我都干。我思考片刻，决定用小号联系他。别动！真枪，这是给我的吗？交易结束就是你的了，还是原来的套路，还是原来的配方。不过我不确定梁秋雨会不会趁我不备嘎了我，还是愿意与我坦诚交易。就这样，一直到了1月10日，漂亮国才终于宣布，末日已经爆发了10天。由于全球力量有限，每个人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求生存。不过，对于我前世的记忆来说，这消息确实提前了很久。看来，因为自己重生囤物资，改变了很多因果。就在这个时候，一则来自俄国的黑客消息，如同黑暗中的一线光明，再次传到了全世界所有幸存者的手中。俄国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土地，现在只需要每人缴纳10斤的金砖，就可以永远在贝加尔湖生存基地活下去。这条真正的官方消息，只在瞬间就燃爆了全世界，懵逼的西山别院业主们也一脸懵逼。特么的，怎么就这么嘴馋？我贪了一辈子钱，竟然因为饿肚子用了20斤金砖换了20个胀带的破鸡腿，这他妈是生存基地2个名额呀！谁知道那个网名大乔小乔到底住在哪？我花了40斤黄金找到他，我出20斤作为报酬。我看从一栋凌云的别墅和乔乔家飞出来装金条的无人机，你们要金砖的，赶紧找他们，等他们跑到俄国就来不及了。他们所提到的大乔小乔，原来是指我的大老婆乔乔，而我们恰好手握1.5金砖。业主的行动效率之高，令人啧舌。前一刻还在群聊中，后一刻就会将我的别墅团团围住，声嘶力竭的要求我交出金砖。里面的人听着，交出所有物资，交出所有金子，我饶你们不死。为了贝加尔湖进攻，哈哈，你们怕是不知道，贝加尔湖已经快被我掏光了吧？你们就算去了，也未必能活下去。我笑了笑，穿好防弹衣，扛起 RPG66。哈哈哈哈哈！我尼玛还带这么玩的吗？这可是华夏国，你有枪我还理解，你他妈哪来的炮啊？那群人吓得赶紧逃跑，头也不回，金砖也顾不上要了。事不宜迟，我迅速打开大门，释放出了我的末日战车，随后猛踩油门，就像撞保龄球一样，将他们撞得七零八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名官方工作人员手持手枪站在车前。林云，现在马上停车，否则我击毙你！就在末日战车渐渐远去的同时，李莹突然现身，捡起了地上的手枪和备用子弹，再次消失在了黑暗之中。而乔乔家楼下的仓库外也聚集了一群失去理智的人群，他们疯狂地撞击大门，不顾一切地想要闯入其中。你们走开，不然我开枪了。然而，乔乔只有一个人，一枪面对着犹如丧尸围城的局面，火力明显不足。在这危急时刻，我的末日战车如同一道闪电般冲来，毫不费力地撞开了围攻的人群。然后我立马放出空间，收了乔乔仓库里2000万的物资。接着，乔乔从2楼跳了下来。我没上车啊！我没上车啊！这群人见我和乔乔远去，以为没有了威胁，立刻像打了鸡血一样冲上前去，疯狂地撞击着仓库。然而下一秒，他们所有人竟然在仓库里看到了太阳。至此，我的第一任大老婆成功接入我的安全屋。你给我出去，我还没洗完，你等会儿再洗。都老夫老妻了，哪里没看过啊？这身上都臭了，老公给你擦擦背。昨天为了守住末日物资，乔乔消耗了不少体力，幸好被凌云开末日战车救了回来。凌云，我有点饿了，想吃什么？我什么都会做。吃过荞米线吧，加麻加辣。但是想到一碗麻辣烫13次的事，内心又有点尴尬。等着吧，20分钟就好。接着到厨房，凌云从空间里取出一碗麻辣烫。凌云，这是你做的吗？这味道怎么跟夜市那家王记过荞米线的味道一模一样？我最喜欢他家的味道。你手艺这么好吗？我在旁边暗笑。我空间的事情可不能让乔乔知道，毕竟末世里防人之心不可无。吃完饭后，乔乔开始参观起了安全屋的房间。打开一扇门，突然看到自己的宠物方子。方子一看到曾经的主人，方子马上跑过来求抱抱。而安倍一看到乔乔，直接回到了狗笼，还自己关上了门。安倍，你怕我干嘛呀？不认识我了。我的狗生已经很幸福了，顿顿有肉吃，还有那么多玩具，还有个未成年的小媳妇，出不去能怎么样？凌云不也出不去安全屋吗？在自己房间里好好活着不香吗？凌云，你是真牛啊，养的狗都这么听话，我怎么就没这本事？我教的都是什么人呢？乔乔想起来李莹，他就觉得自己的人生太失败了。凌云没管乔乔去家里看，只是在床上百无聊赖的看手机。看看这段视频，凌云这狗日的杀人魔家里竟然特么的有炮，一炮崩死了100多人，重伤数不胜数，那算啥？看看我这段，凌云开着一辆防爆车一路压呀，压的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官方工作人员都被他压死了。
那辆车都被血给染红了。现在家人想认领尸体都分不出来谁是谁，收尸都不用了。此时此刻，群里全是骂凌云的消息。我觉得大家应该团结起来，打倒凌云。凌云残暴不仁，嗜杀成性。凌云要是不死，早晚有一天他会杀了我们所有人。凌云就是个狗娘养的畜生，生出来孩子都得没屁眼。就在这时，郑舒雅的话引起了凌云的怒火。你骂我可以，但是你不能骂我妈和孩子。点开资料看了一眼，郑舒雅，这不是王贵芬的儿媳妇吗？难怪对我意见这么大。那我就陪你们好好玩玩吧。然后凌云用小号发起了消息。郑舒雅，先不提凌云的事，咱们这栋楼的官方救援物资哪去了？为什么我没分到？是不是全让你家里私吞了？据我所知，咱们这栋楼并没有被抢。让你婆婆王贵芬说句话，我家都揭不开锅了。再不吃饭，别说是打倒凌云了，我都快饿死了。用尸体熏死凌云吗？凌云小号一句话，郑舒雅和王贵芬妈了。王贵芬不说话，就是怕他们问物资的事，这才让郑舒雅说话。别瞎说，官方救援物资压根就没送到，也许是半路就被别人抢走了。我家就那点囤粮，已经快揭不开锅了。不可能，我家住在2楼。那天我明明看到有官方标志的官方货车停在了楼前。我是王贵芬家楼上，我听到他们搬东西的声音了，而且还很多。这么的，跟这狗娘养的王贵芬一家费什么话呀？4栋全体业主给我带上装备集合。王贵芬家在4楼403。一瞬间，王贵芬和郑舒雅傻眼了。他们一家就4口人，如何才能挡住一栋楼的暴怒网友啊？凌云笑了，拿出了无人机。原来王贵芬家住4栋啊，那自己能错过现场直播吗？郑舒雅这个气，赶紧来房间叫醒老公李武。老公，你快醒醒啊！凌云煽动4栋业主来咱们家抢粮了，你快想想办法啊！特么的，凌云这个狗日的，我没去找他麻烦，他来找我麻烦了。媳妇别怕，有我在，谁都别想动咱家一粒粮。李武直接抽出武士刀，眼中杀气腾腾。只要守住门，自己砍死几个废物。这群人吓破胆了，以后绝对就不敢来了。李武没等他们砸门，直接主动把门打开了。物资就在屋里，杂种们有本事进屋拿啊！他本就是一个黑老大，砍个人而已，这都是小场面。这群人不傻，现在冲进去就是送死。回家拿面满锅盖，只要顶住一刀，物资就是咱们的了。凌云笑了笑，在群里发了一句：拿菜板顶着，不还砍你们吗？戴上口罩眼镜，用灭火器冲着眼睛和嘴喷，你们一栋楼几个灭火器都凑不齐吗？随着凌云的指点江山，4栋业主犹如醍醐灌顶，没到3分钟，就有3个壮汉拿着3个灭火器，冲着李武的口鼻眼睛一顿狂喷。他妈了个巴子的，小逼崽子，你们玩不起！卧槽，你们搞偷袭，敢不敢真刀真枪的跟我干一场？李武被干粉呛得喘不过气，眼睛都睁不开，只能胡乱的挥砍着手中的武士刀，不让他们进营。喷完灭火器，3名壮汉风评也不要了，直接全力冲着李武打。他妈的，砍人是吧？黑社会是吧？你倒是接着砍啊！嘎了他，永绝后患！都什么情况了？他不死就是咱们死！偷我物资，不让我囤粮，嘎了你就对了！一群人拿着擀面杖脱不干，对着李武就是一顿暴打。别打我儿，物资你们拿走，别伤人行吗？李武的父亲李大国叫心切，直接趴在李武身上，用身体为儿子抵挡攻击，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不管平时李武怎么骂他窝囊废，在这种时候，他都是最勇猛的父亲。不一会儿，李大国满身是血，就没了动静。后面进来的人并不是第一时间攻击李武和李大国，而是进屋疯抢物资，压缩饼干、速溶饮料、罐头、小咸菜，见啥抢啥。老公，你醒醒啊！老公，你要是死了，我以后可怎么活啊？王贵芬和郑舒雅坐在地上又哭又嚎。凌云看着这一幕，喝了一口小啤酒，就是爽啊！你们没事找事，往我身上泼屎，我都不用动手，玩都玩死你们。许久过后，郑舒雅开始检查李大国和李武的状况，发现李大国已经硬了，而李武还有气。父亲李大国替他挡住了绝大多数的真实伤害。检查李武的伤口，左手被打断，头上也有一道巨大的撕裂伤口。妈，这可怎么办啊？家里就有点消炎药，这么重的伤，李武还能活吗？救不了也得救，我儿子要是死了，咱俩都得陪葬。妈，现在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就算今晚来水，咱们家怎么活啊？李武受伤这么严重，没吃的他坚持不了多久的。谁说家里没吃的了？这不是有现成的吗？只要我能活下去，只要我儿能活下去，我干什么都行。说着，王贵芬把目光移向了死去的李大国身上。妈，你不是跟我开玩笑的吧？这个老废物活着只会浪费粮食，他死了还是有点用的。只要把他喂给我儿子吃，我儿子就能活下来。郑舒雅看到这一幕，彻底看不下去了，跑进洗手间，对着马桶就是一阵干呕。我要是死了，是不是也会被他掏心掏肺的深入交流一下？不行，我必须逃离这个家。这时凌云就把视频发进了业主群里，不一会儿，业主群就沸腾了。王贵芬，你是个狠人啊！卧槽了，我以为凌云已经够没人性的了，王贵芬，你特么才是真正的狼灭啊！兄弟们，真不行了，3天没吃饭了。
我的鳄鱼皮带都被我剪碎煮汤喝了，谁还有吃的？给我一口吃的，我把命给你都行。吃狗吧，这些日子我拉屎狗吃，我没饿死，狗也没饿死。本来我还下不定决心把我的狗儿子吃了，今天我发现我还是不够狠。为了活下去，王贵芬把他老狗都给吃了。一条狗算什么？末世11天，西山别院这个10几万人的超大小区，死亡率达到40%以上。住在农村的情况要好得多，家里陈芝麻烂谷子存粮都有，没有吃一顿买一顿的习惯。凌云这边打开一个朝阳的空房间，在地上放了30公分厚的土，拿出一些种子撒了上去，种点菜吧，以后浇水就让乔乔浇吧，每天看看绿色生命，心情愉悦。这时别墅突然震了一下子把乔乔吓得从梦中惊醒。怎么了？地震了吗？没事的，我解决，小问题，不要慌。看来这群土拨鼠挺有耐心啊，真的挖到我别墅底下去了。凌云展开了空间，查看一下情况，原来是郑大海那群人从我老房子挖地道，挖到了我家啊。大嫂，不行啊，炸不开。凌云家的地基也是钛合金的，我估摸着怎么的也有半米厚吧。别说用炸药炸不开，就是气割枪都没法割。这么热的天气，割枪打开火，里面肯定得热死人。特么的凌云这个王八犊子，老娘这3天是白让人玩了吗？这要是意外怀孕，算谁的？算特么凌云你的吗？郑大海已经知道自己绿油油的了，奈何他管不了苏红瑞。老婆，要不然算了吧，别为我报仇了，我这不是还没死呢吗？不争馒头争口气，这口气老娘咽不下去。老娘这就打电话问问能不能搞到反坦克火箭炮。这要是真弄来一枚反坦克火箭炮，这得跟人玩多少天啊？你特么到底是在报复凌云，还是报复我郑大海啊？媳妇，红瑞，你别生气啊，我都听小弟们说了，前几天我昏迷的时候，凌云都出来了，反正他就住在咱家旁边，咱们堵着他门，等他出来不就行了吗？别打电话，咱们犯不上跟他置气。这个办法也行，从现在起，你们3班倒，昼夜给我盯着凌云，只要凌云家的门开了，不管黑天半夜，都给我杀过去。好的，大嫂，保证完成任务。而就在这时，凌云坏坏一笑，拿出一个遥控钥匙，按动了开关，随着一声巨响，凌云的老别墅爆炸了。一瞬间，别墅内的100多个人葬身火海，整栋别墅直接被炸塌，一截断掉的钢筋好可不死，射进郑大海的裤裆，然后飞了出去。凌云，你他妈就是故意的！凌云放下夜视望远镜，大海哥，你节哀，我真不是故意的，你得相信我，这只是个意外，给你点医药费，快点去医院看看吧。打开群聊@郑大海，发了66666元大红包。郑大海被2名小弟抬进了别墅，痛苦的嚎叫着。而苏红瑞拿过郑大海手机，那红包现在狗都不接，对着凌云破口大骂：凌云，你特么的真会玩了，你等我抓到你，我把你篮子给你用锤子砸碎喂狗，我让你100倍偿还。大嫂，我真的很抱歉，破坏了你的幸福家庭，你以后的幸福生活没有了。我家冰箱里还有黄瓜，你需要的时候跟我吱一声，要是黄瓜不行，我还有茄子萝卜，大家都是邻居嘛，有困难互相帮助。凌云，你特么瞧不起谁呢？我苏红瑞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你的茄子萝卜留着给狗用吧，不就是断了吗？你特么叫什么？又不是要你的命，我给你看看。红瑞，我求你，咱俩夫妻一场，你给我一刀，快给我来个痛快吧！我求你别救我了，你还是让我死吧！把他给我按住了，妈，你扶着点他，我给他缝上。苏红瑞叼着烟开始穿针引线，在苏红瑞眼里从来没有怕。太残暴了，凌云，你真不是故意的。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就在老房子放了个炸弹，我哪知道炸得这么准。喂，赵老大吗？我13妹，我老公被人打了，我要给他报仇。你那有反坦克火箭炮吗？什么？现在反坦克火箭炮用一个少一个，只能用粮食和金砖换。你要金砖去西伯利亚？这么多年的交情，咱们商量商量呗。你说你小儿子金砖不够他不去，帮派里你走了就缺一个能镇得住场子的大嫂。只要我给你小儿子生个孩子，就给我1枚反坦克火箭炮，还让我当大嫂。行，那我现在就去。3个月内不怀孕，免费给我一个是吧？那行，我一会儿就开车去，让你小儿子等着我。为了给郑大海报仇，苏红瑞也是拼了。乔乔有点慌，这要是真被苏红瑞搞到1枚反坦克火箭炮，那岂不是危险了吗？小问题能解决。这时凌云刷朋友圈，忽然刷到梁秋雨，梁秋雨竟然开始拿着枪虐杀3，而且杀一个拍一个朋友圈。这几天